皮肤跟皮下脂肪这一层啊，筋膜这一层，还有筋膜下这一层。那我们在做这3个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中脸这个地方我们在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拉成功？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筋膜打开？这里有一个韧带，这个韧带叫前弓韧带，它是我们脸部最强大的韧带。那这个韧带它一拉，你如果没有把这个韧带先松开再拉，你的中脸是拉不动。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，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；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，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。记得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真专业。欢迎收看打破医美缪斯，欢迎大家帮我们直播、按赞、留言，还有分享出去哦。记得订阅我们 YouTube 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跟 WeChat Renew Clinic。那今天的题目是：拉皮手术是否会让鼻子变宽、脸变宽、嘴角变长呢？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，针对的是中下脸拉皮。中下脸。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脸是怎么分区的哈。那很多人问说，哎呀，我拉完以后会不会拉完，我的鼻子就变宽，嘴巴就变大了？那拉完会不会脸变宽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解释。第一个，我们在拉的时候，脸部拉皮，当然它有分哈，从最早就是拉皮而已，后来什么拉筋膜，还有现在有什么做筋膜下。所以为什么叫3层次拉？皮肤跟皮下脂肪这一层啊，筋膜这一层，还有筋膜下这一层。那我们在做这3个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中脸这个地方我们在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拉成功？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筋膜打开？这里有一个韧带，这个韧带叫前弓韧带，它是我们脸部最强大的韧带。那这个韧带它一拉，你如果没有把这个韧带先松开再拉，你的中脸是拉不动。所以很多人法令纹拉完效果很差，就是因为做的不够彻底。就很多人怀疑说，那我这样一拉，会不会你的鼻子也被拉宽了？其实是不会的。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鼻翼的旁边这里有一个上颌韧带，这个韧带就是帮我们把这个鼻翼固定在骨头上的一个韧带。所以今天除非我们把这个韧带把它剪开，它才会跟你一起拉鼻孔，我也跟你一起这样拉上去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是不会去把它松开的，所以不会因为拉皮你的鼻翼就变宽。但是你通常在做这里，特别是合并眼袋，前面1个礼拜它肿的时候，这里就会看起来比较扁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，当你这个地方在做的时候，你会影响到淋巴循环。我们鼻子在中间嘛，它的淋巴循环是靠着两边。这个地方淋巴循环影响的时候，鼻子这个地方它就会变得比较浮肿。所以这边拉完，有些人鼻梁它会变比较粗，因为它变得比较水肿。就很像刚隆完鼻，不是鼻子会比较水肿。当鼻子比较水肿的时候，看起来比较粗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它比较扁。鼻子比较细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它比较挺。可是事实上不会因为这样拉一拉鼻子就变扁，不会因为这样拉一拉鼻子就被变宽，因为你的鼻翼固定在你的韧带上，你的鼻梁是决定于你鼻骨软骨的宽度，不会因为这样拉鼻梁就变宽，鼻翼就变宽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缪斯。第二个，那嘴巴会不会变大？嘴角被往旁边拉。我们说我们脸上所有的纹路形成，包含我们的木偶纹，它形成有3个原因，一个是这个地方下垂。一个是凹陷，一个是肌肉拉扯。好，当我们把这个下垂的地方改善的时候，你的木偶纹的确会变浅。可是脸上第2强的韧带，这个韧带叫做下颌韧带。这个下颌韧带非常的强韧，它固定在这个角，我们是不会去把这个下颌韧带剪掉。所以我们在动的时候，这个下颌韧带它是维持在原位，这里的肌肉是不会被你扯上去的，但是你这里的下垂的组织会被你拉上去。所以不会因为这个样子，这个地方嘴巴被你往旁边拉宽。对。是不会的。再者是嘴巴这一圈肌肉叫口轮匝肌，这个口轮匝肌这样一圈它是固定在两边，这个叫做窝轴。窝轴我们是不会去动它，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你自己怎么拉扯，你的窝轴不会去动它，你的嘴巴自然不会变大。对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拉皮拉线完以后嘴巴会变大，没这回事。OK， 好，再来第3个，脸会不会变宽？我们一般看一个人脸会不会变宽，最主要看这边这一块，取决于颧骨、弓、下颌骨缘、面颊。第一个，我们拉皮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让颧骨弓变宽，我们不会让下颌骨变宽。问题是我们的面颊。事实上，有些人他脸比较胖的，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顺便把一些多的脂肪把它去掉。脸比较凹的，我们就会把深层的脂肪垫移上来，或者是在这边做一个筋膜折叠，改善这个凹。这些动作它的目的都是要让脸比较顺一点，不是要让脸变宽。但是我们这个筋膜它往上折叠的过程中，
他的淋巴循环它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当他淋巴循环还没有很好的时候，他这里会有一点水肿的状况。这个水肿它会在颧骨弓上，还有眼下这一区，那个时候你就会有一阵子会觉得说，好像脸变得比较宽一点，所以做完会有暂时性水肿，等到他淋巴重建好的时候，他其实他的脸是变小的。OK， 微笑才是最贵，享受要找专业哦。今天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